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想来提前的为大家预测一下，那立冬之后你的一个转运方向。那么对于北半球的朋友来讲呢，是立冬，可是呢，对于南半球的朋友来讲啊，就是入夏。OK，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节气。但是呢，无论是入冬还是入夏啊，那么我们在年尾的最后一个季度哦，那从农历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其实是我们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那么在最后一个季度里面呢，我们其实是在跟2023年做一个总结，最后呢也是一个过渡到我们的2024年。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转换的时节吧，希望呢能够通过连接宇宙的能量啊，来帮大家看一下立冬之后，或者是入夏之后，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啊，你会遇见怎样的转运？这个转运的方向是哪边？对于当下有一些朋友啊，如果你觉得现在已经转运成功，或者是你觉得对当下的一个方向很满意的话呢，那么这边比较多的是一种肯定，并且继续的为你看向这条道路当中你会遇到的一些惊喜啊、好事啊，或者是你即将遇到的一些机遇啊。那如果当下呢，在生活当中非常期待转运的朋友，希望能够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更多改变或者是变化的朋友呢，那么这一期的主题啊，我觉得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现在呢正在经历一个快速旋转以及地球调频的时刻啊。那么在这样子时期里面呢，立冬这样子最后一个节气的到来啊，你的能量磁场也许就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呢，希望当下正在转运的朋友一定要坚持住，让我们一起携手去迈向并且去迎接属于我们的好运。那么今天呢，占卜的最后部分也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个转运的偏方。当下宇宙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希望能够提点于你，或者是在立冬之后呢，入夏之后，你需要特别注意的来保驾护航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那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也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神谕牌组里。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好，第1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你们选用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颗黑曜石。第2副牌组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个蔷薇灰石。第3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颗白水晶。好，那为了方便呢，你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能够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那立冬之后，入夏以来，我的转运方向究竟会是如何的？宇宙当下有怎样的转运偏方
可以给我提点和建议呢？那立冬之后入夏之后啊，我需要注意哪些特别的事情吗？请宇宙给我指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究竟哪一副牌组，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啊，在当下能量当中呢，跟自己是有对应、有连结的。那如果呢，你对其中一副牌、另外一颗宝石同时都有感应的话呢，就会建议大家点开2组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呢，你的能量和信息是放在了分别2副牌的能量当中。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听听看哦，立冬之后有关于你的转运吧。那我们待会儿见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个黑曜石，好，放在这里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立冬之后有关于你的转运方向。首先呢，我们来通过你们选的这一副牌卡，连接一下当下第1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和讯息哦。好，我们先来洗牌。我们来看一下第1副牌的朋友啊，来自你们的能量。我们的验证部分呢，是来为你之前的一段时间呢，2023年的前3个季度啊，这个能量呢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呢，你们去感觉一下这个能量是否是跟你自己有对应的，是否是有吻合的信息，好不好？OK， 第1张牌我们抽到的是个小动物呢，是獾。那么这个能量呢，它代表的是一种 claim，OK， 那么这边讲的是一种防守 ，OK， 是一种防守。好，那么通过这个牌卡呢，我能够感应得到是什么啊？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吧，在你2023年的前3个季度啊，你可能一直都在保护着自己的权益有这种保护的力量啊。那么这个保护的原因是什么呢？要么呢，你有危机感。你有危机感，这个危机感可能是来自于外界环境的不稳定，也有可能是出自于你环境的一个人际，就是人际圈的一个能量对你的一种干扰。OK， 那么你在防守，你在保护自己，也有可能你有这种危机意识啊，是有人想要去夺取你的权益从你这边拿走你的东西，本属于你的东西，所以你有这种危机意识，而且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这张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獾，它的头上有一个小皇冠嘛，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权利，而且呢，你本来是属于这个位置。OK， 这张能量呢，我觉得是2个地方吧。第一个呢是宇宙对你的肯定，你的守护是对的，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你去守护守护爱你的人，守护你爱的人，守护你这么长时间以来好不容易积攒的一个位置，一个财富，或者是一个家，一个环境，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你应得的，所以你的守护是对的。但是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感应就是说，2023年的前3个季度，可能对于第1副牌的朋友来讲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对吧？因为这个能量并不是悠闲自在的，而是说你需要去守护和守住一个东西。那么这里呢，带有一种紧张和紧绷的能量我们这边看到是 defend 防守嘛，有人可能会想踩你线，有事情呢可能想就是撼动你的根基这个是前3个季度你的一个感觉。那么整个2023年的前3个季度，对于第1副牌的朋友来讲，可能是充满变化、充满变动的。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连接你的能量我们来看第2张牌。
看一下2023年的前3个季度啊，看一下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是怎样的呢？好，金币9，然后呢是圣杯侍者。OK， 金币9跟圣杯侍者啊，那第2个能量呢，我听到就是说，应该是在大家的工作环境吧，或者是你的事业、你的学业方向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独立的，而且呢，在你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啊，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做得很棒。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欢的能量，防守嘛，也许是出于有人呢想要去改变你的状态，又或者是说有人建议你去放弃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你并不为之所动，你对一种比较独立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喜欢的。那么这边第一个能量呢，就是在对应着单身的朋友。我觉得很多第一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们的情感状态是单身的状态。OK， 那么在2023年的前3个季度里面啊，也许你是比较不愿意去改变这种状态的，你更多的能量呢都放在自己的学业、生活、朋友啊、事业啊这些方方面面啊。那么对于感情的方面，也许你是比较就是说没有花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在当下的能量里面呢，我觉得你们的心情慢慢的我觉得是有转变了。也许你们要去守护的东西呢，已经守住了。OK， 你们的这种 power 这种力量啊，通过你们2023年的3个季度的努力啊，你已经能够到达一种很安心的，并且知道自己是安全的状态里来。那么在当下的状态里呢，我看到了圣杯侍者啊，这个能量呢，其实是在讲，我觉得你会慢慢的往轻松的方向去走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慢慢的你会往轻松的方向去走。立冬之后，你的能量运势啊，可能会跟前3个季度很不同，你的心态也许会变，你外界的环境也许会变啊，就是前面是动嘛，但是之后就会定下来。那么你的感觉，你的一种安心的能量也会慢慢的随之而来。而且我还看到啊，就是在第一副牌的朋友这边呢，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成功的，因为我看到这个皇冠嘛，说明你们想去守护的和保护的东西，你们大多数的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守住了，甚至守住之后呢，你还得到了一种晋升。比方说在工作当中，如果有人想去越界，想去把你拉下来啊，想去给你一些比方说污蔑，那么你不仅仅是守住了自己原来的那个正确，你守住了自己的一个位置，同时也有可能你把他们打败了啊，你打败了你的敌人，你打败了这些小人啊，那么你们其实相当于权位、声望、地位、名誉，有可能是在上一个阶段，或者是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啊。这个皇冠表示你的主权握在你的手里，坚定不移啊。那么第2个呢，就是如果是感情方面的啊，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是 authority， 如果是有人想要去，比方说打开你的心，或是有人想要去改变你的一种状态啊，我这边听到是改变你的一种状态，想要去让你妥协，或者是想要让你去听他的。想在感情当中或者是关系里面，人际关系里面让你的主权损失，他们想要去做你的主意，做你的决定，做你的打算的话，我觉得你没有让他们得逞，你没有让他们得逞，你相当于是更加坚定的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并且让他们知道你是很坚定的，你是有抉择的，你是有底线的一个人，对吧？那么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我觉得你会更加的自信，你会更加的觉得自己的这个方式是对的。那么别人当看到你的线是这么的明确，他们就不敢再越界了，不敢再打你的主意了啊。那么你们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发生一种变化，一种和解的能量，一种更加轻松的能量。圣杯侍者，那么有一部分朋友呢，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在接下来最后一个季度，无论是立冬还是入夏我觉得你们会有更多的好心情。好的心情干嘛呢？好的心情是让自己可以放轻松，
好的心情让自己可以开心一点，愉快一点。好的心情呢，是让自己可以把之前紧绷的状态可以慢慢的放下来，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稳定了，你已经稳住了，你已经 OK 做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好不好？这个是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来自你们的能量哦。其实你们非常独立啊，非常的，我觉得是有稳定的状态在这边，而且这个稳定以及你当下的一种好的能量是自己努力挣得的。2023年的前3个季度，你们是有经历很多事情的，可能是动荡，可能是改变，可能是别人对你的一种攻击。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想告诉第一副牌的朋友，都过去了。你已经守住了，你已经稳固住了，这个变动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是已经要过去了。最后一个季度立冬之后，你会看到能量的变换，你会看到自己的一种转环，你也能够感受到啊，你的这一份努力，2023年前3个季度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了立冬之后有关于你的转运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转运方向是什么呢？好，周请你告诉我们，选择第一副牌组黑曜石的朋友啊，立冬之后的转运是什么？我们的第一张牌是犬月在处女，这个是有关于具体的行动。OK， 这张牌呢，我听到能量是什么？犬月在处女。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在你的2023年前3个季度，比较像是整理，比较像是准备，比较像是把一些不好的能量做一个清理，做一个能量的排毒，或者是清理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包袱。或者是你觉得不能够再去为你接下来的人生我们所谓的鼓励，有助于你的一些人事物啊，你在做一个大扫除。那么这个扫除的阶段呢，一边是你自己的一种面对，另外一边呢是外界能量给你的一种冲动，你必须得去应对外面的事物，对吧？你得去应对你周围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个是有关于被动的应对。但同样呢，我也觉得你们在运用这样子一种外界环境的改变在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一种状态，在调整自己的一种生活模式，在建立起一种更加新鲜的、更加有机的、更加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等等的事情那么在立冬之后你会发现好很多。OK， 好很多。这个身体健康的一种好转，也可能跟你的心态、跟你的一种生活习惯，它的改变是相辅相成的。OK， 我这边听到第一个能量所以我们来对应一下转运之后这个立冬之后的转运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我觉得是生活习惯的改变，从而它能够带动的是一种身体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的去为你的梦想。为你的目标做一个铺垫因为生命就是我们讲生命是革命的本钱，身体真的很重要身体很重要的，好的身体、好的精力能够去帮助你做事情，帮助你去把事情办好，帮助你去马到成功，对不对？所以我看到是你会在立冬之后建立起一个更加有机的、更加健康的一种生活习惯。你会对自己很满意的也许你会对饮食这个健身等等瑜伽呀，我觉得都会安排到你生活里来。你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吧，让自己整个的这个能量和状态都好起来我听到是第一个是这种感觉，所以是更加有机的生活习惯，更加健康的体魄。那么第二个能量呢，这个全月在处女它也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你的工作。我们看到了这个转运嘛，它就是从 A 变成 B， 它有变化就有原来的和后来的，对吧？旧的和新的能量的对比。那么我看到这个对比能量第二个能量呢是来自于你的工作。
如果当下还在读书的朋友，你的日常是去上学，那么这个能量呢，就对应的是你去学校啊。我们来看这个能量是什么啊？第二个能量的转运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你的日常。OK， 有关于你的日常。那么有一些朋友啊，因为你之前呢，可能在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啊，也许遇到了一些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非常有挑战的人。这些人呢，可能不是很配合你，甚至还会有的时候给你一些攻击性的，或者是伤害的，或者是让你觉得委屈的一些能量啊。那么立冬之后的转运呢，是让你的这个工作环境变得更加的健康。我觉得通过前3个季度你们的磨合，你们的相互鄙视，你们的这种工作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激烈竞争吧。那么他们看到了你是怎样的人，他们看到了你的实力，他们看到了你的这种不会轻易妥协，他们看到了你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是捍卫自己的权益的这种坚持。时间久了以后，当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在你这里得到任何的好处，你也不会让他们那么他们就会慢慢的回落，他们的能量就会弱下去他们就不敢再去侵犯你了。所以说我们看到的第二个这个转运呢，就是你工作环境我觉得第一个呢是来自于人他们就不会再去就是说如果你之前在工作当中这些人对你不好或者是这些人不配合你甚至他们有伤害你的能量，那么我看到立冬之后他们就会收敛很多，不会再去攻击你，不会再去找你麻烦，他们自己的能量就弱下去了。也许对于你这样子的竞争对手来讲，他们知道其实跟你做朋友会更好。OK， 那么这样子能量呢，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肯定是有利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读书的朋友啦。那么这个能量的对应是哪里呢？其实我觉得你会感觉到那种学习的动力在哪里。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你觉得学习挺辛苦的，你觉得学习就是看不到这种我学的为什么呢？我图什么呢？好枯燥，好无聊，好无味哦。那么最后一个季度不是第3个季度，是最后一个季度那么这个冬季以来，我觉得你在读书方面，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会找到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也许是一个机遇的降临，也有可能是你的导师对你的一种指导，对你的一种方向的指引。我感觉到读书的朋友会更加的有劲读书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很散，会很懒，或者是觉得没什么劲去读这个东西，觉得很无聊。但是立冬之后呢，其实我反而觉得你开始也许是你的朋友给了你鼓励，也许是你看到了这个未来的前景，也有可能是这个老师我经常听到就好像老师都有可能会更换这个导师之间的换导师，或者是说这个导师对你有了新的认识，他给了你鼓励，他给了你一个指引，所以你就会很有干劲有干劲了以后呢，就会去愿意读书了，愿意去钻研了，愿意去研究了，对不对？那很多事情呢，它有趣还是没趣，其实就看你自己的心态你觉得它有趣，你就多做，你越做越觉得好玩，你越做越觉得有趣，你就越做越好。那你觉得无聊，你不去理它，你不去看它，那它当然是无聊的，它当然是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处女的全月能量它的这个能量还是很饱满的。那么立冬之后，或者是南半球的朋友入夏以后我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更多的这种动力和这种能量的源泉推动着你去前进。每天早上起来，我觉得你都会觉得我知道今天要做什么，或者是你会有很好的计划，你知道你的目标，你知道今天你要去做这些事情，你的心情会很愉悦。所以这样子是一种很有机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好，我们这里是第一个我们看的是立冬之后转运的方向。好，那我们继续呢来为大家连结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你的转运这个方向在哪里？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指引可以帮助到你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补充讯息吗？感恩宇宙。好，我们看到这张牌。OK， 我们抽到的是西瓜，这个是孕育能力西瓜的力量。好，这张牌说的是什么内容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吧，立冬之后你的转运的方向是什么呢？是发展是发展。
我这边看到呢，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方向大的这个主线没有问题，我觉得你们其实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当中，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只是说在你的这个正确的道路当中，你前一段时间可能经历的是一种变动，经历的是一种挑战，经历的是一种可能别人对你的一种考验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觉得你已经成功的把你的考验已经全部都经历完结了啊，你已经完结了这个考验期，而且呢，在这个考验期里面，其实也是一个环境之间的磨合期。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遇到了一个转折点，又或者是你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其实是刚开始不久的，所以呢，在这个能量里面，你有磨合，你有这种融合的能量啊，你需要在这种摩擦当中去站住自己的脚跟，你需要在这个摩擦当中呢，让别人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你代表着什么。那么接下来转运呢，是当你把这个磨合期做好了之后，你把这个位置啊给站定了之后，那么就是可以开始去发展了。所以呢，这个能量我觉得是前一个能量的一种延伸。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在这个能量当中，我看到了啊，就是立冬之后吧，很多朋友在你的工作当中，你会看到你的事情终于开始展开了。也许这个新的计划、新的项目、新的这种课题来到你身边，前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的难，很难去推动，很难去推进，遇到很多的麻烦、阻力和挑战。那么当立冬之后呢，我觉得你站住了这个脚跟啊，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的、顺其自然的开始发展起来了。你做事情的效率会变得很高，而且事情进展的很顺利，这个就是 fertility。第一个能量啊，这是第一个能量。第二个能量呢，就是在读书的朋友啊，我觉得在立冬之后啊，你开始去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你开始去钻研，你开始去阅读啊，你会发现在这个道路当中你走得很深，你会对整个课题以及你选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越来越喜欢。喜欢的能量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当你喜欢，你才会觉得做得有滋有味，你才会觉得愿意去继续向它迈进。那么挑战对于你来讲，或者是这个课题的难度对于你来讲，就不再是难，而是你愿意去攀登它，你愿意去研究它。那么在这里你会发现，你所学的这个东西是有突破的。有些朋友啊，如果是你是做科研，做这种研究啊，或者是你在做课题啊，那么这张牌对于你来讲是好运牌。因为它代表着冬季你的课题方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突破，或者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来帮你去打开你的格局，去帮你打开一个全新的方向。我这边还听到会有新的团队加入你。OK， 我这边有一些朋友啊，如果你是做这个调研研究啊，或者是课题相关的啊，我听到有人想加入你，因为你的这种突破让别人看到了希望。而你在新的这个突破领域里面啊，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很宽很大，你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扛下整个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而更多的人想加入你，那么你有可能会组队，这就是 fertility 啊，西瓜的能量。第三个呢，这个能量里面还有一些小小的信息啊，也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呢，我看到了爱神丘比特，他在这个瓶子里面。爱神丘比特，这是什么意思？单身的朋友，因为我刚才看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很强单身的能量在这里，也许很多单身的朋友选到了第一组。那么单身的朋友啊，这张牌是什么呢？冬季啊，不是秋季啊，冬季立冬之后，或者是入夏以后，你会发现有这种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和牵引，把你带到一个人身边，或者是有人会慢慢的向你靠近，所以感情方面是会有好消息的。fertility。OK， 也许你会遇见新的恋情，在新的恋情当中，你可能会感觉到这种爱的能量很强烈，因为丘比特的这个箭啊，是谁都没有办法躲闪的，只要被他射中，一定会陷入爱河的。这个丘比特当前呢是在这个瓶罐当中，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马上会来找你，他马上就会把这个爱神之箭啊射向你和射向某人了。单身的朋友，我觉得脱单的能量啊很多的，你们要怎么讲呢？打开自己的心吧。
不要去排斥，不要去拒绝。我觉得你们在年底的时候，也许会有脱单的好消息，好不好？这个是补充一个能量。再来呢，我们还看到这张牌里面有狮子座的能量星座。狮子座的能量，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小孩子般的玩乐，或者是像小孩子一样可以去不被束缚的去思考，不被束缚的去行动，不被束缚的去创造。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塔罗里面有一张圣杯侍者的能量，它牵引着你转运的这个能量，对不对？我们看到狮子座，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呢，在你立冬之后立冬之后的这个转运里面，这个方向你的心情会变得不同。如果前一段时间你的心情是那种很紧绷的，要防守的不能轻易妥协的，不能轻易放松的，那么立冬之后，你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的像孩子一样，愿意出去观察，愿意去看一看好玩的东西，有这种好奇心不再那么的紧绷，你就会有好奇心；不再那么的紧绷，你就会有能量去关注你周围的环境，你周围的一些可爱的人、可爱的事。这样子能量呢，能让你放松，能让你觉得更加的自信，能让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觉得是更加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说非常的好亲近，所以你会看到你会有更多的笑容挂在嘴边，那么你周围的人就会越加喜欢的靠近你，跟你做朋友，跟你聊天。OK， 你也可能会跟他们一起出去安排一些活动，让自己轻松一下，让自己快乐一下，让自己我们所谓的奖励一下自己，滋养一下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看到什么呢？年底的时候，第一组牌的朋友多，邀约多，饭局也会变多起来，你自己也会愿意出去跟他们连接，愿意出去玩所以年底的时候你会有比较多玩的能量在这里。OK， 无论你喜欢玩什么 OK， 也许会有一些邀约，或者你自己就会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对吧？好，我们这边讲的是 fertility。 好，我们最后呢来抽几张塔罗牌看一下我们来 confirm 这个能量，或者是宇宙有什么具体的补充吗？我们来看一下转运转运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感恩宇宙。好，我们看到了一个风元素的信使这是一个什么呢？立冬之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会收到一个好消息你会收到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也许是你期待已久的。这个好消息呢，也许是比方讲成功突破你收到比方说领导的赞扬或者是你收到了你的成功的加薪OK， 或者是你收到的是你终于拿到这个证书你的导师给了你一个认可，给了你一个推荐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的降临这个立冬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会让你觉得非常开心，并且这个好消息可能为你打开一个新的机会。有的时候这个机会的到来呢，它是一个连环的。当我们拿到一个证书，拿到一个推荐信，对不对？拿到一个认可，我们其实就会有新的机遇连着来好运也是一直连着来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塔罗牌这里看到具体的信息，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立冬之后，你会得到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让你觉得很开心，让你觉得很满意，让你觉得之前的努力是值得的。然后呢，我们看圣杯3，你心情就很好我这边感觉的如果前一段时间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觉得周围的人有一点针对你，然后呢，你不得不去为自己发声，你不得不去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权益。那么有人可能会反对你这个是你之前的那转运之后，立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的人是认可你的。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想法，它也许并不是针对人，也不是针对你，只是说你们的想法不同，做事的方式不一样。你的方式大家没办法接受，或是你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办法认同。但是呢，当你坚持，当你去用你的行动证明你的方式是对的，是有效果的，是对大家都好的，那么他们也许就会慢慢的发现你是对的，你的方法他们愿意接受了，并且愿意跟着你走。 authority 是什么意思？权威。你要相信自己的权威，你要相信自己的领导力，
那么对方可能会跟你有磨合期，但是磨合期之后呢，其实就是顺利的相处了，对不对？非常和谐的一种共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圣杯三呢，是对大家前段时间的一种奖励和一种我觉得是很好的安慰吧。你的努力，你的坚持，还有你的这种不放弃啊，我觉得是得到了宇宙对你的一种赞扬。你周围的人，你周围的环境啊，可能都会觉得你真的很不错。所以这个能量一旦转变，OK， 这个运势一旦转变，也许你会发现，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景象，简直就是另外一番天地，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好运是接连而来，从第一个马上就会有第二个，它是联动性的，连带在一起的，对吧？圣杯三，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啊，立冬后的转运，还有什么宇宙的补充能量吗？风元素2，这个是什么呢？两个机遇之间的一种比较，还有选择。这张能量告诉我啊，其实在立冬之后，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会变得非常的冷静。前一段时间如果有紧绷、有紧张、有让你没有办法去放轻松的一些能量的话，立冬之后呢，你会觉得很淡定的。你收到第一个好消息，你就知道马上事情就会有转机了，你就会知道很多事情就会慢慢的越变越好，越来越能够对你有利了。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是慢慢的都能被你解决。你看到了希望，你就开始冷静，你就不再紧张。你看到了这个好消息，你就知道未来的方向和发展是有助于你的。你放轻松之后，你就会更加清楚的看到你接下来该怎么选，如何选。转运之后啊，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会看到的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大更替啊，之前可能视你为仇人，之前视你为敌人、对手的人啊，都会慢慢的向你去和解。那么你要怎样去面对他们？你要怎样去接受这个和解，或者是解决这件事情里的冲突？并不是说一下子做朋友，但是你可以去有主动权啊，你有主动权了。你之前可能是被动被迫的，你没有主动权，但是呢，立冬之后你有主动权，你可以选择怎样跟他们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相处，或者不相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风元素2啊，我觉得你会比较的冷静看待你的一个格局的变化，你会比较冷静看待你环境的变化带给你的一种选择权利。你会选，你可以选择你觉得舒服、你觉得喜欢的一种方式来走接下来的路。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第一副牌的朋友，那你将看到的是转运之后的大发展啊，是顺利的一种发展，是一种提升和扩张。这个就是好运连连的能量，对吧 ？Fertility， 好，最后的一个补充是给非常非常非常少的朋友，因为我之前留言有看到朋友在问我这个能量啊，如果你跟某人的感情很顺利，冬季的时候这个转运能量当中是会带有怀孕的信息的。啊，有些朋友，如果你跟这个恋人啊，就是感情非常好，也是要考虑要孩子的话，那么你们的能量当中 ，OK 是有怀孕能量的，所以恭喜大家啊！如果你在冬季的时候会考虑说什么时候才能怀上小孩啊，什么时候才能跟这个人有你们共同的小孩啊，那冬季啊，这个冬季你们是有可能 OK， 身体也很好，对吧？身体很健康，心情也很愉悦，又放轻松了，那么小孩子有可能就会来哦。好 ，OK， 那我们讲完这个转运的方向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偏方，转运的偏方。转运之后啊，你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我们抽到第一张牌是一个包包。他说你转运之后有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呢，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工作，也有可能呢是薪水的提升。哇，这个很好哎，这是一包的钱呐，或者这是一包的机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边啊，有朋友在这里，
你们之前也许是在守护，或者是你需要去捍卫，你必须得保住一个东西。那么立冬之后的转运，你有机会，你有选择权。刚才讲过，你可以选，你原来守住的东西呢，被你守住，你就可以留下来。但如果你通过这一个环节，你觉得不值得，你觉得不喜欢，你觉得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你有机会去换啊，你有机会去换工作。OK， 那么你原来守护的东西，这个岗位啊，也许通过你前一段时间的这种据理力争，然后你的奋斗，你的努力啊，你还有可能得到一种提升。刚才我讲过啊，那些想来攻击你的人，想来把你拖下水的人，被你给打败了，那么就有可能晋升啦。你的老板，你的这个上级领导看到的是两方势力里面你更强，你更与人为善，你更加是众望所归。那么这个新的岗位，或者是你们都在竞争的这个职位，就有可能在年底落在你的头上。所以你将得到是新的工作岗位，更高的工作机遇啊，或者是你的升职加薪同时到来。恭喜第一副牌的朋友哦。好，我们看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大象。哇，我这个很少抽到这个牌啊，我们看一看。他说是一个很长的旅程，有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旅行嘛，对吧？也有可能是你的精神啊，你的想法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是一个新的过程。那无论是具体的物理旅行，还是你精神的一种遨游状态啊，它都会使你变得更加的聪慧。大象是好运牌啊，绝对的好运能量啊。那么这张牌呢是在讲转运之后，有些朋友啊可能会选择新的道路啊。我这边有看到新的道路，我们这边看到新工作，对不对？也有可能是你升到另外一个职位，更高职位之后，那就是全新的平台，全新的机会，不一样的一种方式了。对于你来讲，都是一个新的旅程。这个旅程不是短暂的，这个旅程呢是长的啊，是长期的旅程。所以它有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会在更高的位置站得很稳定。这个新的工作，如果你接新工作的话，新工作你喜欢，所以你才能够一直做下去，对不对？那么再来，有些朋友呢在年底也许会给自己放一个长假，这个长假也有可能是工作啊，旧工作跟新工作之间的这段时期，你想让自己彻底的轻松一下，让自己彻底的去感受一下啊，就是除了紧张工作之外的一种快乐，让自己像孩子一样啊，我觉得是被别人伺候，被别人服务啊。前段时间工作可能你都得去伺候别人，服务别人啊，在乎别人的感受，对吧？你要去提供这个价值给别人。那工作与工作之间，或者是升职啊，你有这个机会给自己放个假，让别人来服务你一下，让别人来就是给你一些很舒服的东西，你也去感受一下啊，被别人服务这种感觉啊，真的是太好了，你值得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绝对是值得的，你值得拥有。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补充能量啊？转运偏方啊，转运偏方，看看有什么转运偏方呢？宇宙有什么转运偏方可以给我们吗？感恩宇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转运偏方是什么呢？转运偏方，宇宙说，请你保持积极。对，这个是鱼眼石，对吧？保持积极，我觉得是明亮的双眼，明澈的心。OK， 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到啊，这个运势是会变的。人呢，通过努力也是可以看到成绩的。所以宇宙希望你能够保持积极。当下啊，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是在转运的过程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你马上就要转了，宇宙就说你坚持一下。无论是面对过去的这些攻击你的人，还是说面对你接下来会遇到的好的机遇，宇宙都让你保持积极。积极的心态能够吸引到好的能量，好的能量呢，能够为你提供一种运势的助力。那么这个转运的偏方啊，第一条就是不要让自己消极，不要让自己放弃，更不要让自己在一个失望的或者是自怨自艾的能量当中啊去沦陷。
宇宙说，请你要用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让自己去改变，并且去朝向和面对这个新能量能够为你带来的机遇、发展，还有好运降临。你已经坚持这么久了，第一副牌的朋友，加油啊！坚持最后一点点啊，你只差临门一脚了。所以这个转运的偏方就是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积极的能量磁场当中。生活开心是一天过，不开心也是一天过，那么我们要选择开心一天过，对吧？好，这个是转运偏方第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运偏方的第二张牌是什么？哇，今天牌出的真快！孔雀石啊，转运偏方的第二张牌是孔雀石。他说现在是时候去转型了。孔雀石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宝石，也是非常漂亮的，没有一个固定规则的宝石。那么这个孔雀石呢，告诉你啊，现在是转型的时候。这个转型转的是什么？我看到的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让自己啊，在过去的能量当中，把所有的整理，不好的、没用的都丢掉，把好的、积极的、有用的都整理出来，并且你有心里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能帮助自己的啊，哪些变化是有利的，做起来，行动起来，让自己早一点睡，让自己早一点醒来，让自己多喝一些清水，让自己多去运动，晒晒太阳。这一切的改变都是改变你的一些小的部分，但是却能够刺激你的大脑，从小到大一路提升，能量的提升，对吧？然后最后呢，就是运势的提升，最后呢，就是显化出你理想的生活。孔雀石非常的美丽，也非常的有这种能量性啊。所以有些朋友，也许你会在年底的时候变漂亮啊。如果你有这个变漂亮的想法，年底你会变得更漂亮。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呢，就是立冬之后吧，主要的是转运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也为大家连接了一些宇宙当下呢给你的一些指引，还有就是这个转运的偏方。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去帮助大家去转运，去获得成功，去享受这个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你的这个生活的美好，以及在立冬之后你的好运降临。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连接的这个能量，希望呢你能喜欢，也祝福所有的朋友立冬快乐。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一颗蔷薇灰石。好，那今天呢我会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立冬之后有关于你的转运，然后呢是转运相关的一个方向。那在我们进入到转运的能量之前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连接一下选择到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回顾一下2023年的前3个季度有关于你的一个能量呈现。既然我们讲的是转运，那就是从哪里到哪里。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2023年的前半或者是前3季度你的能量究竟是怎样的，又会在哪里发生一个转运呢？感恩宇宙。好，我们来连接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和信息。我们抽到2张牌，第一张牌呢是玉石，他说的是成为一个更大的人 ，OK。然后呢，第2个能量呢是雷姆尼亚水晶，他说的是练习你的耐心。好，那么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的2023年的上半，或者是2023年的前大部分3个季度的时间，感觉到这个能量呢是在剑指着一个忍耐我觉得是在忍耐。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做的这个事情，它的进度有一点慢，你期待的这个成果，你期待的这个成绩来得比较的缓慢，又或者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存在一些挑战。挑战的是什么呢？挑战的是你的一种心胸。也就是说，有些事情它不能够震撼你的根基，但是呢，可能会扰乱你的心神可能你遇到的是一些让你觉得
不会去动摇，就是大变的感觉啊，但是呢，却能够让你有的时候不爽。可能这个是2023年你的一个挑战。那么2023年呢，这个能量的到来是在挑战你怎样去面对这种繁琐的事情，怎么样去处理这种小矛盾、小故障，或者是一些小小的问题。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胸变得宽广？怎么能够让自己我们所谓的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心态，去重新的面对它。同时呢，我们看到这里耐心。我觉得2023年的上这个3个季度，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讲你们可能就是忍一直在忍，可能在忍一个人可能在忍耐一个时间，可能在忍耐这个过渡期，可能在忍耐着这个突破，在等待着这个突破。那么这个时间对于你来讲，第2副牌的朋友它没有所谓的特别的让你受不了，但是呢难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度日如年，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就会让你很崩溃。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能量当中，我读取的是什么？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目标，你们需要一个更加大、更加清晰的一个蓝图，来为你们指导迷津，来为你们去有一点像是那个船你要是老是看着眼前这点小事情你就会觉得太琐碎了太琐碎了，太不能够让你有这个热情了。而你在当下的这个能量我觉得你需要去看向一个更加远的、更加大的一个未来，能够去激发你的这种意志，激发你的信心，激发你的热情，或者是激发出一种全新的认知、全新的希望。那么我想在这个能量的转换的过程立冬的这个转运里面，也许有些事情就会转，有一些很明确的、很清晰的，或者是说能够跳脱当下的一种小环境，跳脱当下的一种小局面，让你看到一个蓝图，或者是让你看到一个很远的一个未来。那么这样子的话，也许你的心情、你的想法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而运势的能量也会在你自己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得到一种升级。OK，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能量，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吧，就是如果去连接你的能量总结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在忍嘛，我觉得你就是在忍，然后呢，很多事情你就是不得不忍，或者是有些事情你在锻炼自己、磨砺自己去忍耐，因为可能你权衡利弊之后发现，就是忍耐会比较好，或者是忍一个忍字心头一把刀可能你们也是在等待着一个时机，所以呢，你就再也不用忍了。好，这个是我听到的一个能量信息。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具体看一下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你们如此的焦灼一定要忍呢？来看一下，看一下来自你的能量我们来连接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来连接一下你2023年的上3个季度立冬之前都经历了什么？是什么事情让你要如此的忍耐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好，这个是有关于家人方面的事情要忍耐你的家人。这个是权杖的一个国王。好，好，我们对应一下这个第2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首先呢，我听到就是说，你的生活当中 ，OK， 你的能量里面有一个家庭生活，对于你来讲很重要，你非常的看重它，因为我们这里是圣杯10嘛，那说明什么呢？也许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你需要在家里有一个大大的位置，你是家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去看那个做决定的人，或者是赚钱比较多的人，又或者是家里的那个一家之主嘛。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家里真正支撑的人往往是那个背后默默无闻的那个人。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你要去对应一下，你有可能是一家之主，你说话算话，你做决定，也有可能你是默默在后面支持的那个人
啊，你付出很多，但是都是那种比较看不到的事情当中你在付出。我觉得更多的第二副牌的朋友应该是后面这种，就是你的付出比较的不明显，你的牺牲比较的不明显，但是你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你做了很多的退让，你做了很多的忍耐，你做了很多的包容。正是因为有你的存在，家人才能够如此的和睦。正是因为有你的存在，所以一家人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啊，好几个大脑呢。那么这些人在一起才能够就是很好的相处，很好的在一起。家庭之所以成为家庭，是因为这些人啊，在家庭当中的这些人，大家能够互相的去包容，互相的去理解，所以你们才能够感觉到大家拧成一个绳子啊，就是这个力量会更加的坚固，你们才能够更加好的去面对这个外面世界的一些动荡或者是挑战。所以呢，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吧，这个能量里啊，要么呢就是说你有一些事情，就是跟家人之间的事情啊，可能需要你去忍耐，然后呢，有些事情吧，你可能也觉得，不是你想看到的，不是你想去忍的，但是为了他们，为了大家，你做了很多的退让，或者是做了很多的让步。但是呢，你看到的是家人和睦，你看到是这个家庭在你的手中仍然是坚固的，仍然是大家在一起是幸福的，是快乐的。那么也许你觉得这是值得的，而你在心里可能也知道，有些退让跟让步，它也不是说一生一世一辈子，也许是在2023年的上半年，或者是这个前3个季度，有一些事情你不得不冲到前面去，你不得不去顶住这个压力，从而呢可以换得什么呢？换得的是一种平静，换得的是一种安全。这个港湾仍旧在这里，仍旧是存在的，是安全无虞的。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权杖皇后的逆位，这张牌说明什么呢？就是你虽然做出了很多的牺牲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这些你爱的人，但是呢，并不代表说你的心里没有目标，并不代表你的心里没有方向啊。这张牌呢，我听到信息是这个，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在2023年的前3个季度呢，做了很多的忍耐，可能更多的是配合别人。那么在配合别人的时候呢，你不得不去淡化自己的能量，淡化自己的一种颜色，淡化自己的一种个性。那么在心里，你其实是一个有明确方向的人。那么为了他们，或者是说为了别人，对吧？为了他人，为了别人，你把自己给弱化了。但是在你的心里，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追逐梦想、追逐你自己方向的这一个志愿，对吧？你一直有这个想法，你一直有这个动机，而你呢，也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让自己可以再度的出发，让自己可以再一次的启程。但是呢，前提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你们很有责任，而且你们有大爱，你们很在乎别人，就是你会考虑的比较多。其实你对自己也是有要求的，而且我看到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对自己其实有很，怎么讲呢？其实是有期待的，但是呢，因为爱你的人，因为你爱的人，可能你会经常的把自己放到后面去那么你的这种牺牲，你的这种让步呢，我看到的是周围的人是非常感谢你的，是非常感恩于你的，所以你的这种付出，我觉得是针对于爱你的人，所以这是值得的，这是你的一种选择。但是我觉得在你的心里，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自己，只是说你要等待一个更加恰当的时机，才会走自己的路，有点像是妈妈的感觉当然不是说这边第二副牌都是妈妈，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你们有这种很滋养别人的能量，有点像温暖的母爱的能量，在滋养着你周围的人，在滋养着你周围的这个环境。那么我看到来自你的能量信息，就是你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他们都好了，他们都稳定了，那么就该你了，你就该打包出发了，你就该去做你的这个国王了。权杖国王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能量，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人。正如当下第二副牌的自己，我觉得你当前的魅力和号召力、影响力，并没有用在自己的方向、自己的梦想里，而是你把你的能量
我觉得是分散出去给了别人，给了哪些人？给了你爱的人，给了你在意的人，给了你在意的事。而你的能量当下其实是一个封印的状态啊，这个是一个权杖国王的逆位。但是呢，我觉得在你的这种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也有了很多新的体会，你也有了很多新的一种感悟。我觉得你也在这种我们所谓的生活的小事当中啊，在磨砺自己，在成长，在学习怎么样去相处，怎么样去让自己把每一天这种看起来很琐碎的日子啊，过得津津有味。因为我们看这个权杖国王是一个白发的女人，对不对？手持一本这个书，给人的感觉是很有智慧的。这个智慧并不是书本里的那种学霸，这个智慧呢比较多的是来自于生活经验啊，自己去经历、自己去体会的一种智慧。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啊，在你的这段时间里，我觉得你其实锻炼的和成长的是一种自己的心性。OK， 我觉得你们有锻炼和成长自己的心性，那么这个能量到达你这里呢，其实是谁都拿不走的，是你自己的一种个人魅力的展现和积淀。立冬之后的这个转运，也许就是你心里在等的这个契机将为你打开，这个新的旅程，也许你就可以开始走起来了啊！我觉得是这种感觉。那我们现在呢，就具体来看这个立冬之后，关于你的转运方向具体在哪里？好不好？好，我们来抽出今天的第一张我们的这个预测牌卡啊。好，我们来问宇宙哦，选择到第二副牌组这个蔷薇灰石的朋友啊，那么立冬之后你的转运究竟会在哪个方向？感恩宇宙。然后这边我也是抽到2张牌，我们今天第一张牌呢是全月在天平，然后我们的第2张牌呢是上弦月在摩羯座，好，这2个能量挺有意思的啊。第一个能量呢是关于我们跟其他的人。因为天秤座呢，一定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这张牌呢，我觉得第一个能量啊，全月在天秤嘛，就是大家当前所关注的，或者是在前一段时间非常用心去维护的一个感情关系啊，人际关系，对吧？友谊、师长师生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就是肯定跟人有关了。那么我看到是这个关系会被你保护得很好。你付出了很多，那么这个关系呢，将一直我觉得是长存下去吧。所以呢，第一个啊，我觉得是全月在天平，它的能量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你过去能量到就是立冬之后的一种延续。很多朋友呢，我觉得是如果你这个当下啊，比方说家人朋友啊这些，我觉得是这个关系会维持下去，就是维持得很好。大家跟你在一起依旧是一种很和睦的，或者是说你把这个关系打造好了之后呢，大家会以这种和睦相处的方式继续的去相互陪伴、相互体谅、相互支持这个是第一个能量。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不会变，因为我觉得第2副牌朋友，也许你们一直都在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或者是一个支持者。那么这个支持的能量呢，会让你想去保护的、维系的这个关系一直可以走下去。OK， 大家这个能量能对应的朋友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是非常亲密的，你仍旧能够感觉到相互之间这种强烈的牵绊，以及这种深深的连结感这个是立冬之后，这个能量是一种保持，并且是一种加深，因为这里是满月天平，对吧？它是一种满月的状态，是一种能量很爆发、很满的状态。那么第2个能量是什么呢？第2个能量我听到的就是一种另外一方面了我们这边天平呢，它是一种人际关系，是你和其他人，对吧？这个是你和外面。那摩羯的能量呢，是有关于我们自己人生的顶峰是有关于我们自己人生的顶峰，是有关于你自己要走的那条路。那么我们这边看到是上弦月在摩羯座。这张牌呢，我觉得是第一个那
立冬之后呢，我会觉得很多朋友你会更加多的把能量分出来给自己。前一段时间呢，可能你需要大量的把时间投入给别人，但是立冬之后啊，因为你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关系已经和谐了。你要做的改变，你要做的这种强烈的支持，你要做的这种，对吧？你给别人的这种爱的能量，已经让他们可以去，就是说你保驾护航他，那么他们已经走得很好了，你已经完成了你重大的功课，你已经完成了你重要的责任，那么他们可能已经被你保送到正确的轨道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自己，你也会有这个机会来更多的关注自己，来想想什么呢？想的是你需要什么，想的是你想做什么，并且你还能够有机会和时间去做成你想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上弦月在摩羯。那么有一些朋友啊，我觉得在这里，也许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怎么讲呢？我觉得在你的心里可能有一个什么兴趣爱好，或是有一个你一直想去做的事情。那么好不容易把你的这种怎么讲？这些人这些事不是你的包袱，它是一种责任，它是一种你必须要照顾的。它可能是你的家人啊，比方说你父母亲你要照顾他们，对吧？也许是你的爱人他可能工作上出现一些变故，你需要给他很多的关心。也有可能是你的孩子，他们需要你作为父母亲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很多很多的支持你甚至要配合他的这种学校的事情。但是呢，立冬之后他们的这种他们自己的人生方向已经固定好了，然后他们就会在你给他走出来或者是打造出来的这个规矩里，或者是这个方向里，就是可以继续下去，那么就不需要你那么多的精力了，那么你就可以你看给自己时间和空间。这个是kindest self，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为自己好好想一想。这边有些朋友可能是好好的休息我这边听到能量，立冬之后你可以好好休息，立冬之后你不用那么的操心了，不用去操心他们，不用操心别人。立冬之后呢，你可能会开始想自己之前没做完的事情，可以开始接着做，因为你在照顾别人，所以把自己的事情放下来了，那么放下来的这件事情可以开始了，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之前可能在心里一直想去尝试的一个内容，那么有可能是学习，有可能是比方说创作，有可能就是说去做一件什么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你之前没做，你之前没做成，立冬之后你可以开始了你可以开始了。这张牌其实是有关于启动，你想做的事情可以开始了，并且你会好好的照顾自己的一种需要。这个需要第一个来自于你的心情，你的这个能量你付出了那么多爱给别人，你需要充电，所以首先呢是自己的一种需要被满足，然后呢这个需要是什么？是你对于自己的我们所谓自己的一种成长，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对自己的一种肯定。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对自己都是有要求的，都是有一个美好期待的。那么这个时候立冬之后，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可以开始了，你可以开始去按照自己内心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一种期待，一种需要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且呢，这张牌也在告诉我，你会做得很好你会做得很好，你会坚持下去。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有一种很坚韧的能量，这个能量呢被一层非常柔软的爱包裹住。你的家人可能会觉得你非常的温柔，外面的人呢可能也会给你的评价，你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好丈夫、好妻子好老婆、好儿女，可能是很多这种很温柔的评价。但是在你的心里，你知道的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在这种温柔之下，是一个非常坚强的灵魂。有的时候那种坚强和坚硬它是不完全划等号的。有的时候那种坚硬未必是一种强，有的时候坚硬其实是恰恰相反，弱的表现。而有的时候那种强的能量是什么？就是那种柔软的人，柔软的人非常厉害的。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有这种柔软的能量，包裹着一个非常坚强的灵魂。
立冬之后，你的转运在于什么呢？在于说你的能量能够到达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状态。这个平衡是既兼顾你爱的人，又能兼顾你自己，对吧？我们有的时候一旦进入到一个我们所谓长大了，对不对？长大之后呢，我们就会拥有很多，但拥有很多之后，我们也会失去很多。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你们的这种转运，这个方向在哪里？在于一种平衡感。既可以去爱你想爱的人，可以给他们支持，并且你可以看到你爱的人他们做得很好，他们成长得很好，你就放心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在等待的这个契机来了。立冬之后，你将可以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许是给自己买些衣服，也许是给自己做一个 SPA， 也许是给自己来一个放假，对不对？也有可能是做你之前耽误没有做成的事情，这一回你可以开始了。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能量信息。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牌因为我们这边出了2张牌，所以我们多讲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 Green Witch Oracle 看一下这个立冬后的转运方向。我们抽1张牌就好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能量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我们来看这个Pansy， 我已经看到了这个蝴蝶花是什么 ？Attraction。又是一个天平的能量这个能量呢是这样子的，这个能量跟我们的这个天平能量呢，我感应的有一个不同。这个不同在什么呢？我觉得立冬之后有一部分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会开始关注自己的一种外貌、外形开始去打扮自己，开始去更加好的去让自己，我觉得是进入到一个更加优越、更加优秀的状态里这个状态有的时候是从内而外的散发，在别人的眼中可能看到你变美了，但是呢，其实你自己知道是你的生活就是被你调整的很好嘛，你才能够有精力去让自己美起来，理发呀、美容健身对吧？买新衣服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你才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能量变得越来越美丽。那美丽之后怎么样？你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好运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是 attraction， 这张牌是什么呢？就是魔法师就是魔法师，或者是说你在利用这个世界吸引力法则吸引你想要去吸引的能量。这个能量呢有很多，刚才我讲过，很多朋友在立冬之后开始关注自己的需要，那么这个需要就会因人而异。有些朋友呢，这个需要也许是让自己可以去做一个外形的改变，你就会很漂亮。那你漂亮以后呢，你就会心情很好，对自己很满意，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第二个能量呢，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去吸引你要的东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之前的一种契机。你看，你在耐心的等待。你在耐心的等待一个机会，你在耐心的等待一个时机，你可以去开始一个东西，可能是开始做一件事，或者是开始去寻找一个机会，又或者是开始一条新的道路。那么这个 attraction 吸引力就是在告诉你，立冬之后你的转运在于说，你心里想去做成的那件事情将被你吸引到你的面前。这个是34号牌我们看到是 attraction Pansy 的能量，天秤座。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现在来具体的看一些就是塔罗牌里的信息，因为塔罗牌里面呢，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非常具体的能量所以我们现在呢，来通过塔罗牌看一下这个立冬之后的转运究竟有什么样子具体的能量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关于这个吸引、这个机遇都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刚才我们讲到机会我们的第一张牌就是火元素1，这就是妥妥的机会，机会被擦出来了。火元素1，这是一个富有行动力的机会。我刚才讲过，有些朋友可能之前耽误了一件事情，或者是你把一个事情放下来，因为你要去关注你的爱人，关注你的家人，关注你的这个朋友，关注这个就是别人了，对不对？那转运之后，立冬之后，就是这个机会会迎你而上，就是说这个机会会找到你。
啊，这个机会会找到你的头上。也许有些朋友想去申请工作吗？啊，这边会有朋友说，把家人照顾好以后，自己就想去参加工作，那么这个有可能是工作机会。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想说自己去创造一个工作室，打开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品牌，那么这个也可能是你的一个全新的一种创作。火元素一，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想着说，如果我照顾好家人朋友，然后把这些我爱的人都打点好，我想去深造，我想去读书，那么这个呢就有可能是学习的机会。无论是什么，火元素一都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机遇，你内心的一个点亮啊，这个是火元素一。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呢是火元素的侍者，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新的行动，一个新的朋友，一个新的契机。有些朋友啊，在这个立冬转运的能量里面呢，伴随着出行，这个是南瓜灯嘛，这个也是南瓜车，所以说有些朋友可能会在立冬之后转运的能量里面，你想去一个地方，那之前呢，你可能被别人束缚住了手脚，你没办法离开。那么立冬之后的这个转运可以让你开始去启程，这个启程可能更多的是指具体的物理的一种旅程啊，物理的一种旅程，也许是商务的旅程，也有可能是自己个人的一种旅程。那我们的这个火元素的侍者是在讲什么？我觉得是立冬之后的转运能够让你比较大胆的、随心自在的去感受生命的一种冒险。那这个能量呢是这样子的，有些朋友啊，如果这个能量对应的是单身的朋友，因为这边圣杯十有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所以说单身的朋友呢，在立冬之后啊，有可能会遇到让你心动的人，这个是一个新的桃花啊，有可能会遇到新的桃花，而新的桃花呢，也有可能是在你的新的旅途，你出去玩的时候遇到的。火元素的能量有这种玩乐的能量，有这种嬉戏的能量啊，所以你的能量状态是那种很有爆发力的，很有活力的感觉，有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在冬季，等待着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去开发啊。一般冬天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安静，会让人觉得好像很宁静，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呢，我这边的能量连接啊，对于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恰恰相反。冬季你反而活跃了，冬季你反而活跃了。也许冬季的时候是你的一个很旺的月份啊，冬季的时候你反而很旺，你的机会会在冬季来，你的行动也会在冬季去展开。而相对比于你前3个季度，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等待。所以呢，最后一个季度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最后一个季度这个冬季对于你来讲是个关键的一个3个月啊，请大家去把握。这边我感觉到有新的人进来，新的桃花呀，新的老板呐，新的合作对象啊，对不对？新的机会呀，新的合作伙伴呐，那他们跟你之间是很有感觉的。你会觉得大家就是一拍即合，你会觉得大家好像就是可以很快的进入到一种状态里来，而不是慢慢的来，慢慢的看，而是有那种灵性的我们2个很合啊。我们2个人其实挺适合在一起去做一个项目，我们2个人在一起好像很对眼，对吧？一见钟情的能量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火元素的很多新能量很多新的能量。好，最后一张牌呢是水元素7，这张牌呢其实就是灵感爆发，又或者是在讲你的这种情绪会非常的有点浪漫的游走我们这个能量呢是看转运，这个能量我们去跟前一段时间对比的话，第二副牌的朋友那立冬之后呢，你的转运里面，我觉得你的心情会大好你会对很多事情都充满期待。我们之前讲过，也许你在前一段时间会有一点必须得着眼于眼下，没有办法去看到一个更高更远的，所以你的心里对于想象的力量可能会觉得让我怎样想象，我都想象不出来未来会怎样。可是立冬之后你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你会开始愿意去想象，你会开始愿意去做一些美梦。那只有你去做了美梦，这个美梦才能成真嘛。所以这个第一个能量就是做美梦，去想象这个美好是很关键的呀。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水元素7，它就是在讲你对美好的一种做梦，
你对美好的一种期待，而你的期待会随着你这种吸引力的增强，把这个期待变成眼前的现实。OK， 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水元素7里面，你会梦见很多的美好，你会想象很多的美好，而这些美好会通过你的显化能力、行动力以及很多机遇的降临啊，一一的被你实现了。好，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转运的偏方。这个转运的偏方呢，我们会分2个方式来为大家连结。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宇宙对于这个转运，对于你接下来的一种这个转运方向的一种指引啊。我们来看第一个能量。好，第一个呢，我们看到是马，这个是短途的旅行。这个旅行呢，对应的是刚才我连接的，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冬天会有出行的计划吧。或者是冬天，你现在不知道啊。如果你现在没有计划，但是你看到立冬之后，你就会有短途的旅行等你。也许是商务旅行，也许是你给自己安排的旅行。因为我刚才看到啊，就是你的这种为别人的能量终于要结束了，你终于可以为自己了。那中间可能就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这个休息的时间，你就有可能为自己定一个短期的旅行，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可以出去玩，让自己可以去遇见新的人，对吧？这个是马儿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连接能量的一个肯定。那宇宙就告诉你啊，这个旅行肯定不长，这个旅行是短的短暂的。那么你通过这样子短暂的旅程呢，能够去让你放松心情，或者是如果你害怕离开这些人的话，那么短途的旅行也是非常适合的，对吧？第二个呢是握手言和，他说你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遇见，这个重要的遇见呢是跟一个陌生人，这是什么能量呢？刚才我们讲过啊，就是这个新的人会出现，对吧？我们刚才讲过会遇见新人，对于单身的朋友有可能是新桃花，对于要去工作的朋友、要去创业的朋友、要去寻找新的合作机会的朋友来讲是合作案。那么你会遇到的新机会是这个新人带给你的。握手嘛，这个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合作，对不对？所以年底的时候这个立冬之后的转运很多朋友会迎来一个新的合作，一个新的合作伙伴，一个新的合作案，或者是说这个陌生的人呢会带给你一个资源你需要的资源，你需要的一种平台，又或者是你需要的一个东西。当然了，这边肯定是两边都受益的。我们这边是天秤座能量出现2次你可以得到别人给你的一种资源，或者是别人给你的一种合作，给你的一种帮助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第2副牌的朋友，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你能够带给他的东西一定是同等的好一定是同等的好，要不然这个人不会愿意跟你去握手的。所以呢，这边无论是单身的朋友，还是这个寻找合作案的朋友我都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要知道自己的价值，你们一定要更加多的去认可自己，你们是有价值的，你们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存在。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退在别人的后面，做支持别人的人，或者是说为了他人牺牲自己。但是呢，我想告诉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有非常多的这种价值，有宝贵的价值。你们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爱的人。刚才讲过这个是柔软包裹着坚强的灵魂。那么这个新的人他要来跟你握手，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美好，他看到了你的价值，他看到了你值得拥有，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去我们所谓的否定自己，千万不要，一定要更加积极的、更加勇敢的去接受它有好运，那么我们就要接受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运的偏方，最后的2张牌。我们来问宇宙第2副牌的朋友，对于你们来讲，这个转运的偏方，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指引和建议可以给到当下的你呢？感恩宇宙。好，第一个呢，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宏伟的一个鹰雀它讲的是 dive 潜入。他说什么东西呢？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你去向它行动，准备好了你全身心的投入呢？这个能量跟我们刚才连接是不是很像？你的转运偏方第2副牌的朋友，你目前心中的这个预备和筹谋已久的事情，请你做起来。我觉得能量啊是这样子的啊，前一段时间呢是在等待，是在酝酿，是在等待时机。立冬之后，这个时机到来了，这个时机成熟了，你需要为它去付出。无论这个付出和行动在于说去遇见新人也好，去展开短期的旅行也好，还是开始去关注自己的需要也好，你一定要开始动起来。而且这个动呢，给人的感觉啊，就是快速的、深入的、集中精力的、潜入式的，对吧？这个是我们的转运偏方 No.1 啊 ，Dive。好。我们的第2张牌啊，我们今天抽2个转运的偏方。好，第2张牌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山猫啊，这个是山猫，讲的是爬啊。诶，你看我们的2张牌都是行动牌啊。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转运都跟行动有关。第一个呢是深入或者是潜入，第2个呢是爬。我们这张牌啊，好，这张牌是说什么呢？这张牌是在讲你怎样才能爬得更高。啊，刚才我们一开始啊，大家还记得吗？我说的能量是你们前一段时间比较着眼于眼下，就是看向现在。那么这个转运的能量在于你可以开始看远的了。当你爬得更高，你的眼界就会更高，眼界更高，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更大的人。你看 ，be the bigger person， 成为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成为一个眼界高的人。成为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高瞻远瞩的一个人。那么转运偏方 No.2 就是要让自己可以看向一个远的目标，制定一个远的计划，长期的计划，让自己首先看得更高，那么你才能够走得更高，成为在更高的地方的那个人。所以这张牌呢，我觉得是有关于大家接下来不仅仅是在立冬之后啦，这个能量呢也有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明年甚至是更远的以后这边是你们自己的一种人生的攀爬，你们自己的一种，我觉得是获得的成功。你们想守护的人已经被你守护好了，你们想爱的人呢，也已经得到了你们的滋养。接下来是一个关注自己、成就自己、走向成功、走向高点的一个新阶段。好，那这里呢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那今天呢为你们所连接关于这个立冬之后你的转运。我们今天有看转运的方向，也有看来自宇宙给你的转运的偏方。那么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也祝福呢第2副牌的朋友，祝你们转运成功，祝你们冬季快乐。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白水晶。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是要来看立冬之后有关于你的转运。那么在这个转运的能量当中呢，首先会为大家去看转运的新方向在哪里，然后呢我们也会去连接宇宙，询问宇宙当下这个转运对于你而言它的偏方是什么，如何才能让你快速的成功的显化出这个转运，并且在立冬之后有什么特别需要你注意的事情呢？好，那第3个牌的朋友在我们去连接这个能量之前呢，首先让我们来连接出关于你们的能量信息。我们首先来做一个验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在你的能量当中，在2023年的前3个季度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所谓的转运嘛，从哪里转到哪里，对不对？那么能量呢有一个起始点，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的这个转运从哪里开始是哪个地方会发生转变呢？来，我们这里出现的牌卡是斩掉怀疑的绳索。这张牌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在能量的当中吧，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有一个束缚你们的能量在捆绑着你们去放飞
在牵绊着你们去迈向属于自己的一种成功的感觉。那么在你的能量当中有一些怀疑，这个怀疑呢，有可能是怀疑自己的能力，有可能是怀疑自己是否是值得被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好的疼爱，也有可能你在怀疑自己的一个价值。那第三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从你的能量当中传递过来的呢，其实是有关于你的一种不自信。我觉得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很多，但是呢，你们可能要么是追求完美，要么呢就是可能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你比较依赖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是别人对你的一种看法。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容易的被别人的想法所影响。那么在这样子能量当中呢，宇宙说，在2023年的前3个季度里面你们要学着去把这种思想斩断。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呢，也会为你的这个转运开启一个，我觉得是仪式感立冬之后的这个转运，也许跟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看法，对自己的一种认知是有关系的。那么从我们今天连接到的这个能量当中我感觉到2023年前3个季度，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有一种束缚感牵绊着你们。你们心中也许是有很想做的事情，很想去完成的一个目标，但是你们在担心和害怕，你们在忧虑，害怕自己完不成，害怕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害怕自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人的认同，反而有一点束手束脚就是把自己捆绑住了嘛。不是那种勇敢的，就是那种很果断的去做什么事情，而是在你们做决定的时候比较的犹豫不决我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这是真实的你的状态。从当下能量来看的话，你们其实是已经准备好可以去我们所谓的自由的飞翔或者是开始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决定，不被这个人影响，不被别人所我们所谓的被别人的声音所束缚。你们可以，但你们需要自己去斩断这些枷锁。也有可能呢，在这个第三副牌的朋友在你们2023年前3个季度的能量里面呢，也许存在一些业力的能量可能在打扰你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说自己愿意在这个能量磁场当中去局限，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些束缚。这个束缚呢，就有可能你走入了一个业力的能量里面。那么跟你有业力关系的人呢，他可能想牵绊住你想束缚住你然后呢，你因为想去，比方说还债，你想去把这种情感的连接，就是给他们我们所谓做一个清算，所以你也可能就是留在了这个能量里面，而没有让自己去跟他们和解，并且往前走。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从第一张牌卡里面所听到的关于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些能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具体的看我们看一下立冬之前我们所谓的转运是从哪里开始，来自你们的能量验证的第2张牌和第3张牌，我们今天从塔罗牌里面去获取。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们的能量信息，宇宙还有怎样的提点这个转运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什么样子的能量要被转，要被变，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感恩宇宙。OK。我们看一下第一张牌，哇，宝剑6。第2张牌是金币皇后。好，这张牌这2张牌出现呢，在告诉我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一群实干家，或者你们是一群很踏实、很落地的、很沉稳的人。在你们的这个行动力方面我觉得你们其实是考虑的很周全，你们是属于比较成熟的类型。无论是做什么决定，或者是开启什么样子新的事业你们一般都会考虑的很周全、很周到。我们从宝剑6的能量当中可以看到2023年的前3个季度对于你来讲其实是一个离开不对的人，离开让你觉得很纠缠很纠结的事情，离开让你觉得是一个我们刚才讲业力能量磁场。但是这个业力并不是说经历了一些事情就结束了，而是说怎样去跟业力的能量做一个和解，也算是一个成长阶段，也算是一个试炼场的感觉。
2023年的前3个季度对于你来讲，可能要去面对和解决比较多的繁杂的事情，又或者是说你必须要去勇敢的通过自己的一种清晰的认识，勇敢的决断，让自己不断的去审视审视怎样去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平静，能够把一些我们所谓不对的人、不对的事情能够做一个能量的大清理。有的时候呢，在面对一些繁杂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去解决它，我们想去把这个事情给和解，但有的时候呢，离开可能会是更好的一种选择。你可以去尝试着和解，也可以去尝试着解决，但有的时候可能它的解决方案也包含离开、放手，对吧？我们讲有的时候呢，事情可能并不是我们能够一个人所控制的。有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可能有很多人、很多的因素、很多的条件都包含在其中。那我们每个人能够控制的能量呢，又是有限的。所以呢，当我们去尝试，当我们去尽力之后，如果这个事情还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预期所发展，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就要能够有这个所谓的一种能力一种心胸，就是让自己承认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只能到这个位置了，那我们就要承认自己当下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当我们接受这个事实以后，我们就要去放走这个能量，放走这个能量，同时也是放开自己的一种束缚，这样子你才能够轻装上阵，这样子你才能够去离开，把过去经历的东西转化成你的人生的经验，转化成你人生的一种智慧，带上你的经验，带上这个智慧，让自己继续的前行。人生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只是去寻求一种目标，或者是寻求一种结果。其实人生有很多种活法看大家怎么去理解。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可能更加多的需要去关注这个过程本身，无论这个结果是我们预期的还是不是我们预期的那个样子，但是这个经历永远都是属于你的，这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拿走的一个，我觉得是宝藏吧。那么第3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同样也是一群，我觉得是很有建树的，很有思想的，很会去思考事情的一个族群。我看到了在你们能量当中的一种成熟和稳定。无论你们当下的年龄是怎样，你们在生活当中肯定都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在2023年的前3个季度。我看到的是你们所经历的所有，最后都会转化成你的人生宝藏。我们的第2张牌呢是金币国王的一个正位。我们这副牌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老婆婆的能量这个老婆婆呢，讲的是女人在人生的3个不同阶段，从少女应该怎么讲？从孩子吧孩子少女阶段，然后呢有这个母亲，对吧？最后是成为一个就是老人嘛。那么当一个我们就是当女人这个例子嘛，就男人也是一样。我们这边老人家就是很多事情都能够看透了，看透了呢，是因为他经历过，他体会过很多事情，在他这里已经是比较风平浪静了。我们都知道有些老人家可能很多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天崩地裂，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就只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叶轻舟，是如此的轻描淡写，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这些事情，那么自己的一个阅历和沉淀已经有了一个就是一个阶段嘛。所以说这个金币皇后呢，给人的感觉是当下很多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要把能量做一个转换。我觉得在你们的面前有非常丰盛的、非常喜悦的、非常富足的、非常让人觉得很温馨的能量在等着你们去关注，等着你们去开启。这个能量呢，不仅仅是在你生活的一个物质层面，同时呢，也包括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那些真正你爱的、爱你的人，他们正在等待着你去跟他们，我觉得是连结。第3副牌的朋友不要去怀疑自己，不要去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要去怀疑自己的初心，也不要去怀疑自己的善心。因为我看到在你们的面前，可能在2023年之前，就是前3季度遇到了很多的这种很难的选择，又或者是走不出来的漩涡。但是呢，你要相信的是，一旦你看清楚、放下，并且勇敢的离开之后那么等待你的将会是一条成功之路。我们看到金币国王
成功是属于你的，你的能量给人的感觉是温馨的，是温暖的，是有亲和力的。所以不要去怀疑自己，不要去否定自己，你的能量其实正在等待着你去解开它的一种捆绑，解开它的一种束缚。而接下来在立冬之后的转运，能够让你觉得我觉得是很自由的一种感觉啊，一定是自由在等待着你。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具体来连接一下关于这个转运的方向，究竟人生的哪个方向会让你通过这个立冬的转运，让你觉得很有自由的感觉，让你觉得非常的丰盛，让你觉得非常的有亲和力呢？我们一起来抽牌，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哦，立冬之后的转运方向究竟是什么呢？感恩宇宙。好，我们今天也出现了2张牌卡。转运之后，第1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上弦月在天蝎，这个是释放一些阻塞。好，我们又看到了第2张牌，居然也是天蝎的能量，它说的是新月天蝎。走到更深的地方去。好，我们来看一下转运的这个方向啊。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转运方向呢，跟天蝎座的能量连接是很强烈的啊。那么我看到的第1个能量是在讲什么呢？就是断舍离。天蝎座能量很重的一个强项吧，应该这样讲啊，就是断舍离。所谓的生死掌握在他的手中啊，生死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个天蝎座呢，是最不害怕所谓的断舍离的，因为天蝎座是在不断的断舍离当中是蜕变、转型，并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好。所以呢，在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运势当中，这个转运呢，它一定伴随着舍弃一些东西，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断掉一些东西，舍掉一些东西，离开一些东西，你将获得新生，你将获得好运，你将获得丰盛和自由。那么天蝎座呢，它其实是一个水象的能量啊，它跟这个情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转运这个运势当中的第1个能量这个方向啊，我觉得是要释放掉你情感当中的一种束缚和压力。这个感情当中的束缚呢，是最变幻莫测、难以琢磨，但是却能够深入影响我们的能量。因为感情里的束缚呢，一般会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植入式的影响我们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啊，我们看到这个天蝎座上弦月天蝎释放这个阻塞啊，你就去想一想，在你生活的前半，就是这个3个季度2023年呢，有什么样子的人，有什么样子的人际关系，有什么样子的人说的一些话，什么样子的人给你的一些评论，给你的一些态度，让你觉得耿耿于怀，让你觉得难以忘记，让你觉得怀疑自己，让你觉得打击自己的自信心。把这个能量做一个清算，并且重新书写，告诉自己这些东西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告诉自己你是美好的，告诉自己前方是幸运的，告诉自己你的能量一切都是稳定的，告诉自己你可以重新来过。这个有点像是重新改写自己的命运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改写命运更多的是改写你的思想，改写这些人给你思想当中的一种误判，你不是这样子的，你不是他们说的这个样子，你一定要把这种束缚你的能量进行一个割舍。天蝎座能量它其实也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能量和星座啊。那么我觉得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啊，你的控制能量要抓在自己的手里啊，你不要被别人控制，你要更多的去掌握主动权。所以我们的转运方向的第2张牌呢，也在天蝎座，这是一个新月天蝎。你要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自己，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自己心里对自己真正的一种认可，对自己真正的一种感觉，对自己真正的一种我们所谓的理解。他们说的真的是你吗？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真正的你，而真正了解自己的人，有的时候呢，一定还是自己。别人的评论可能只是看到你的片面，
别人的评论可能只是看到你那一刻那一瞬做的一些事，说的一些话，但是呢，前因后果、背景信息，他们真的知道吗？他们又能了解你多少呢？所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转运，它伴随着一种强大的、强烈的认识自己，并且是理解自己、包容自己啊，这个新的感悟啊，在这个能量当中是很重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边啊，这个转运的方向在于什么呢？是一种全新的对自己的一种认知。这个是第三副牌的朋友，我看到立冬之后的转运啊。那么，尤其是北半球的朋友，这个立冬，我们今天也是连接立冬能量啊。立冬是什么？我们从一个比较浮躁的夏天，我们从一个比较让人去反省的秋季，进入到一个宁静的冰雪季节。我们看着皑皑的白雪，看着这个河面结成冰之后，我们的心能否跟他们一样平静下来呢？利用冬天的寒冷，让自己的大脑更加的清醒。清醒的自己能够帮你去做出正确的决定，能够让你去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全篇。只有你自己看清楚了啊，尤其是关于自己的种种，你才能够去更加明白、更加清楚的看向你的外界环境。只有我们自己对自己有更加深入的这个天蝎能量是什么？是更加深入的对自己的一种理解和认知。只有我们自己的三观很认真、很认定，我们就能够深深的扎入一个土里，就像一个锥子一样扎入地面。无论外界的评价，无论外界的环境、外面的条件怎样变换，我们都不会动摇。这样子的稳定的能量，能够进一步的去加强第三副牌的朋友，你土象能量的一种运势。第三种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的能量当中，这个好运在于土象，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球生活啊，地球生活的一种丰盛和丰厚啊。但是这个能量如果真的是你心中所求的话，当下阻碍你得到这个能量的原因，在于你的情感，在于你的潜意识。你需要跟天蝎座的人啊，比方讲第三副牌的朋友，你可以跟天蝎座的人多交朋友，你可以多去亲近和了解天蝎座的这个能量，让天蝎座的这种强大的打个引号啊，不怕死的能量，去帮助自己做一个断舍离，去帮助自己勇敢的走入自己内心真实的篇章。这样子，当你从我们讲啊，其实这也是疗愈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先走入一个深层次的自己，不断的往下，不断的深入。那么等你能够面对自己的恐惧，面对自己的怀疑，当你能够从这个地方重新书写你的潜意识，当你回到原点，回到地面以后，你将能够非常清楚的，而且是疗愈一般的去认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么你的世界将会完全的走入你的土象运势当中。我们看到显化丰盛，这个丰盛我觉得既有关于你生活里的这个是物质层面的，有关于你健康的，有关于你的一个综合我们所谓 well-being 整个心态的一种好转，对于生活的一种热情 OK， 以及不再怀疑，并且愿意去播种。播种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对未来有希望嘛，那我们才会去愿意播种，我们才愿意去滋养它，最后我们获得一个结果。那如果你要是怀疑自己的话，你就可能不会去播种，你就不会去愿意为自己的希望种下这颗种子。那么你不种这个种子，那么这个结果它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能量，对吧？它需要一个开始，然后你才能看到这个收割。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看到关于这个月相牌里面给我们的指引，关于这个转运的一个方向。好，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牌，看一下这个 Green Witch。我们来看一下立冬后转运的方向啊，宇宙给我们的提点是什么？感恩宇宙。你看，果然是疗愈啊。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很多的疗愈功课要做这个疗愈呢，我觉得是已经等待一段时间了。这个是2023年前3个季度你经历的事情里面，你需要的疗愈的能量在这里。那么立冬之后，你会进入到深度的疗愈期。疗愈之后是什么？就是重新出发。我们看到白羊座，
你的行动力，你的这种我们看啊，金币国王的能量将会被这个疗愈能量所治愈，你将开始去行动，为自己去播种，为自己去耕耘，那么你的收获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这里是疗愈之花天竺葵啊，天竺葵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养的花朵，这个花朵呢它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一种我们所谓的精心呵护啊，但是呢却能在花园的这个不经意的地方绽放出美丽的花啊。那么天竺葵的能量呢带有疗愈，它能够让可能没有信心啊，或者是有一点绝望啊，有点消极悲观的人呢，看到的是希望总在那里，总在不经意的地方，宇宙会让你看到这个信号，让你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存在。所以说这张疗愈的牌天竺葵呢，也是在鼓励第3副牌的朋友啊，我们有的时候呢要换一个想法，换一个角度。那我们如果能够用一个更加积极的角度去面对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眼前的世界就是能够改变的。境随心转嘛，所以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在等着你啊。立冬之后的转运有一个新篇章，这个新篇章呢是把你从一个可能之前有一点悲观的，有一点看不清楚局面的，或者是让你有一点混乱的状态，进入到一个对生活有热情有积极，进入到一个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清楚的认识到或者是重新认知过去别人给你的一种影响，你将更加认同的更加坚定的去开启自己的路。这张金币皇后就是你接下来要走的路，去耕耘，去创造，去播种。那么白羊的能量呢，就是让你行动起来。只有当你的想法变了，你才能够有新的行动，有了新的行动才会有新的结果。好，我们这里是天竺葵啊，所以冬季呢，对于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是一个疗愈期。那么疗愈期疗愈好之后的你呢，就可以重新出发了啊。OK， 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冬之后的转运的一个新方向，好不好？转运之后的一个方向啊，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战车。这张牌呢是这个啊，2个信息我听到的。首先呢，第一个能量呢是感情里的胜利。如果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所经历的这一件事情，让你们觉得很忧伤的，让你们觉得陷进去的是感情的话，那么我看到是你将成功的取胜。你将成功的一种取胜。这个战车牌呢，其实是要针对你的情感状态。如果你想去赢得某人的心，收复某人的心的话，那么战车表明的是你成功了。如果你有竞争对手的话，也表明你成功了。OK， 这个立冬之后的转运在于说，你想去赢的，你想去打败的一个关系这个跟人有关，我觉得是这个人的心被你收复，你可以重新的去把你们的关系抓在你自己的手中，这个人会被你收复就是他的心被你收回来。第二个能量呢，这个战车是什么呢？就是成功的突破自己的极限。有些朋友如果在2023年的前3个季度有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挣扎，让你觉得很难去把控，让你觉得外界的因素可能会不利于你，那么立冬之后的转运呢，就在于说你可以去平衡的很好，你可以去周旋的很好，你可以把这种相互对立的能量或者是有冲突的能量驾驭的非常的稳固，你可以守住自己想要去保护的东西，你可以去成功的突破自己的一种极限。所以这个能量呢，对于在做事的朋友来讲，它是一张成功的好运牌。战车牌那么这个牌呢，它也有带有我们所谓的成功的开启一个新的事业，或者是成功的去把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突破它的一种极限的感觉。如果说你之前呢，在一个突破的阶段突破的阶段就是那种阻力重重、困难重重，然后呢瓶颈期那立冬之后呢，就是突破瓶颈期，拨开云雾见青天。
你的能量状态呢会比较的积极，你会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你的成功能够为你打气，能够为你加油。那么接下来的路呢，你会走得越来越顺利，你也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往哪个方向进一步的去加强，会更加好。战车牌，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立冬之后的转运的具体信息还有什么呢？感恩宇宙。好，金币9，火元素6啊，这个真的是剑指成功的能量哈。来，我们这边有什么信息呢？有一部分朋友啊，如果你现在呢想去做成的事情跟你的事业、金钱、学业有关的话，立冬之后呢，你会看到的是，你将非常独立的 ，OK， 我觉得是赢得这场比赛。有些朋友啊，我这边看到的呢，可能你如果吧，应该这样讲，如果吧，你前一段时间就是怀疑自己能否成功啊，怀疑自己能否稳定啊，怀疑自己能否在经济上啊，在生活里可以更加的独立，不靠别人，不依附别人，不用去求别人，可以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话，那立冬之后的这个转运呢，在于说，我觉得你会做成一件事情，做成一件事情呢，能够为你带来的是财富，经济上的一种稳固。经济上的一种独立，而这个独立呢，又能够让你进一步的去感觉到你做成了，你成功了，对吧？这个能量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成功呢，对于你来讲也是一种疗愈。第3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群非常需要打气、加油，你们需要奖赏，你们需要的是一种认可、认定啊，来帮助你们去。我觉得是更加成功的走进自己的一种生活。那你在年底将遇到的正好就是这个能量，就是你看到是你做成了，你成功了，然后呢，你各个方面的能量是有利于你的，这些肯定的能量到达你的生活，就是能够让你去增强信心，让你去突破这种怀疑，不被这个怀疑所束缚啊。甚至呢，有一些朋友在冬季的时候会开始向宇宙下达新的订单。我这边听到许愿的能量，立冬之后呢，当你看到事情很清楚的认识，并且把这种我们所谓的不好的能量丢掉之后，我觉得你会开启一个新的旅程，一个更加贴近于自己真心的一个祈愿。这个祈祷的能量可能跟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你将祈祷是更加接近自己内心真实的一种美好。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立冬啊，这个转运的能量里呢，其实走的是一种成功路线，走的是一种土元素啊，就是扎扎实实能够显化出来的一种能量。比方讲，有的朋友想去工作当中啊，去突破重围，想去升职加薪，想要去离开不好的圈子，离开不好的能量，走入新的项目，走入新的团队，那么这个能量是属于你的。成功的能量在这里，火元素6，带你飞翔，带你去远方，放飞自我。你看风筝的能量。有些朋友呢，如果这个能量里跟你的感情牵绊有关，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天蝎嘛，跟你的情绪有关，跟你的潜意识的一些意识有关。那么立冬之后的这个转运呢，在于说你将成功的去把这个意识啊改变，不被别人牵绊，不被别人束缚，不被别人情绪勒索、情绪捆绑，独立出来啊，独立出来，并且这个独立呢，带有的是什么？也许你想独立之前啊，你想独立，但你发现很难。那么立冬之后呢，是你成功独立出来，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于是呢，就可以在精神上独立，最后呢，就能够在情绪上独立，并且走上自己的一条，你看飞翔的道路，自由的道路，不再被这个人、被这个事、被这个团体和组织牵绊住了。这份独立，这份自由是你内心想看到的，是你内心想获得的。而这条道路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想在一种可以把命运更多的抓在自己手里的方法或者是方式下吧，去进行一种努力。我这边金币皇后的能量啊，给我的这种感应非常的强烈。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人，但是呢，
你们很担心，你们很害怕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就是覆水东流，被别人利用，被别人所就是抢去啊！我这边听到这种感觉，也许这个人他会去束缚你，并且限制你，那么你做的努力都白费。你很担心这个东西，你也很害怕，因为这个人给你的一种意识强加、情感勒索，导致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认同，或者是走上自己的路。那立冬之后呢？通过你自己的一种调整跟改变，我们看天蝎的能量啊，你会走入自己情感更深的地方，不再被这个人我们所谓的控制啊。那么你的独立出来，能够成就你，它成就的是你的一种自由，你内心之前的一种期待，同时你的这种独立还能够让你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所以你看，疗愈的能量在中间，它是帮助你去修复你的心轮，帮助你去修复你的腹轮，帮助你去修复你的海底轮。那么我们的下三轮的能量啊，从底到上，慢慢的去激发和激活你整个意识和能量层级的提升。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这个冬季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只有自己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显化才能够全部改变。所以能量的好运最关键的是在于乎自己，意识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人呐，潜力无极限，唯一能够束缚我们自己的，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本身。那么能够成就我们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极限在于哪里？还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解锁你们的人生，你们在解锁自己。而解锁之后的自己呢，就是这个像被斩断这个绳子的风筝，你们将自由的翱翔在蓝天之上，去走自己的路，不再有任何的束缚和捆绑，整个天空就是你们的高度了。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立冬的转运呢，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关于宇宙要给你的这个转运的偏方。我们首先呢来看的是关于这个转运宇宙呢给你怎样的一种提示，给你怎样的一种指引我们先来看两个这个。首先呢，我们看到是这个稻草堆这个是业力。哇，它讲的是你会收割你种下的东西。我们刚才有讲业力，对不对？那业力出来了。我们刚才有讲播种，对不对？播种出来了。宇宙怎么说？宇宙在讲就是因果循环。这个牌呢，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能量，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第一个讲的是业力，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在2023年前3季度，有可能你们遇到的这个漩涡，真的是跟业力有关。那么请大家不要去怪罪自己。那么业力来了以后呢，我们和解可以和解就和解，不能和解，请你勇敢走出来。有的时候有一些业力最好的方式去断这个业力的连接，就是自己走出来。你得自己走出来，自己愿意走出来。等你想好了，走出来了，业力自然就破了。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收割那么我这边看到就是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要为自己去播种，你们要播种，你们要敢于播种。也许你生活当中这个业力跟你有业力关系的人，他告诉你的是，你播种都没用，他打击你，他压榨你，或者是他用一种负面的或者是控制你的思想我觉得是把你的想法全部给改变，在改写你对自己的一种认识。而你呢，在跟他做一个斗争或者是抗争。你要的是自己去写自己的命，自己去改自己的命。所以呢，我觉得这边的能量立冬之后，就是去不再被他束缚和影响，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真实灵魂告诉你的事情，你今生的使命里面去书写自己的心愿，去向宇宙许下这个你自己的心愿，而不是他让你做的事情。那么一旦当你心里有希望愿意相信这个新的可能，你就会去播种。宇宙说你播什么种，我就回馈你什么样子的结果。这个能量是最好的。这个能量是什么呢？就在讲只要你努力了，你就能够看到结果。人生当中不图所谓的这个天上掉馅饼，只要我们种什么能得什么，就已经是非常好的100分了。
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你要相信啊，宇宙当下呢已经给你许诺了。宇宙说，你只要愿意去播种，播下你心中希望的种子，去向宇宙许下你真心的订单，宇宙会跟你一起把这个结果为你显化出来。这是最好的一种，我觉得是肯定。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加油啊！不要再去怀疑了，你要去斩断怀疑的枷锁，让自己用爱的力量去改写自己的命运呢。哇，我们又看到风筝了。这张牌讲的是度假啊，度假。这个牌呢，我们看啊，风筝出现2次。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被别人牵着这个线，时间很久了，被牵着的感觉一定是非常难熬的吧。那2023年的冬季，有关于你的转运，就是去切掉这根线，那你们就自由了，自由的飞翔。对于你们来讲啊，冬季的转运里面有一次度假，我觉得这个度假更像是呼吸，终于不用去被这个人束缚的一种长呼吸啊，深度的呼吸，去长叹一口气，终于不用再被这个人束缚了，终于不用再被这个事情束缚了，终于自由了。我觉得这个是你转运的一个重大能量之一啊，这个是风筝2次啊，这个风筝，这个也是风筝。那风筝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是你的吉祥信物啊。第三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想进一步的去加强这个能量啊，可以用风筝的小物件提醒自己，你要做自由的风筝，不要做这个有绳子牵绊的风筝。提醒自己要自由，提醒自己去离开这个业力，提醒自己播上这个希望的种子，为自己播种，好不好？好，转运的偏方来了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转运的偏方。那宇宙当然呢，我觉得这边也有在讲啊，有一些朋友我觉得短期的一个休息，或者是长期的度假，对于你的身心灵疗愈，可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有精力，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冬季的时候呢，适合给自己放个假啊，适合给自己放个假。来看一下转运的偏方，宇宙怎么说呢？好，我们这边是一个赤铁矿啊，赤铁矿讲的能量呢，就是让自己落地生根，我们要接地。这张牌讲的是修复我们的海底轮。我们在生活当中当下的一个转运偏方，就是首先让自己的生活可以稳定。那么我这边看到的是独立的稳定啊，这个稳定不仅仅是稳定，还包括你的独立，物质独立、精神独立、情感独立。那么当下宇宙说，你要把自己先照顾好。从自己的能量像一个钉子一样钉下去，你再开始往上啊，枝藤叶茂。所以说我们当下第一个能量转运偏方是让自己落地，更加稳定的扎在自己当下的能量当中。只有你现在当下的能量稳定，你才能够去孕育未来的可能。好，这是第一个偏方啊 ，Ground yourself。第二个偏方呢，我们看到这个是红纹石，这张牌讲的是记住你的价值。刚才我们最先开始啊，就为第三副牌的朋友来连接了这个有关于自己的价值，对不对？我们要记住自己的价值，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而当前呢，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多多的鼓励自己，肯定自己，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价值，因为你们前3个季度有怀疑的能量。这个怀疑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对自己的一种不认同，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业力这个人呢给你的一些，我觉得是一种误导啊，我觉得是别人给你的一种误导。那么当下你的转运偏方就是不断的每一天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记住自己的价值，记住自己的美丽，记住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来的权利，这个权利就是让我们在地球享受这一生这一世，去体会这一生这一世，没有人能够剥夺这个权利。而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从哪里开始，我们都有自由的权利去书写和改变我们的命运。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束缚啊看起来是业力，但是呢自由是你的权利。第三副牌的朋友啊，
我们今天呢讲的是立冬之后有关于你的转运，这个转运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立冬的转运，这个转运也许是你对这整个这一个时期的一个总结，你的能量提升你的一种意识层级的改变，也在这个转运的能量当中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这个转运对于你来讲，也许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所以呢，今天这里是我们连接关于这个立冬的转运的能量希望能够帮助第三副牌的朋友，希望呢永远都在，这个希望的火种要在你自己的心里深深的埋下深深的埋下，每一天都要去告诉自己，希望一直都在，每一天都告诉自己，我值得拥有。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连接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祝福所有第三副牌的朋友立冬之后转运成功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